很多人都想过动手给自己的车升级音响，可是肯定会冒出一连串的问题。那是不是得有专门的改装场地啊？是不是需要一大堆复杂的专业工具啊？我应该从哪儿开始改呢？改好了我不会调音怎么办？这一次我来到多伦多看我的儿子 Ben， 他今年19岁，在这边读高中。几周以前，他刚买了一台2手的卡罗拉，而这台车的音响升级过程恰好成了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在最真实的环境下来回答你刚才的那些问题。所以在这个视频里，我会在门口的过道上从零开始，把这次 DIY 升级音响的过程完整的分享出来。我们来看一看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，每一步应该怎么做，还有呢，新手最容易踩的是哪些坑。这个项目呢，还是要从 Ben 和他的车说起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升级的项目呢？孩子长大了，我们相处的方式呢，跟以前也不一样了。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，他总是跟在我身后，问东问西，看着我修这个修那个。而现在的他有了自己的圈子，有了自己的世界，我们沟通的越来越少了。我们能够做的事情，更多的只是在旁边看着，偶尔伸手帮他一把。所以我经常在想，还会不会有那么一次机会，让我们像从前那样，在一起专注地完成一件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这次给他的卡罗拉升级音响就是那个机会。我希望在很多年以后，他可能早就忘记了这台车和他车上的音响，但是一定会记得多伦多的某个夏天，我们在门口的车道上一起度过的那4天。那我也希望这套我们一起改装的音响，能够在他一个人开车，面对多伦多漫长而又孤独的冬天的时候，让音乐成为他人生道路上最温暖的陪伴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说回到这次的项目，我们面对的是一套典型的老车音响系统升级，原车的声音浑浊，缺乏细节。那我们这次的目标呢，是用最简单的工具，用有限的预算，在最普通的环境下，把音响效果做到最好。我们先说说这台车我们怎么改，用了哪些器材。如果你也在准备升级汽车音响，相信也能从这条视频里面呢得到一些启发。汽车音响没有最好的方案，只有最合适的方案。升级音响第一件我们要确定的事情，就是要想清楚自己的预算和应用场景。在 Ben 的这台车上，我没有太大的预算的概念，只要不是太过分就好。所以器材的选择呢，就是中等偏上这个级别。那即使是花同样的价钱，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音响组合方案。但是哪一个方案是最适合他的情况的呢？我当时问 Ben， 我说：“你这台车平时都谁坐啊？”他说：“就我自己一个人啊。”那么他的车用什么方案就很清晰了，一切都是为了驾驶位服务。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呢，就是做一个单座位皇帝位的系统。说白了，就是把所有最好的声音都堆给驾驶位这一个人听。那后排跟副驾呢，就不用再管它了。不是开玩笑的哈。如果你也像 Ben 一样，多数时间呢是自己一个人在开车，记住我这个建议。汽车音响呢有2大类别，单座位皇帝位和双座位的多声道。单座位皇帝位呢，是在所有的汽车音响方案里面花同样多的钱，技术最成熟，也是最容易出效果的做法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自己改音响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单座位皇帝位的做法是最稳妥的选择。在各种单座位皇帝位的音响方案中，我们这次选用了最标准的主动3分频加一个炮的硬件搭配。要知道，世界上所有的汽车音响比赛上，那些专业的竞赛级的音响，不管是几千块的还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系统，大部分也都是采用主动3分频带一个炮的系统，因为这是追求音质的最极致的做法。那说完了怎么改，有了改装方案，我们再来看看器材的选择吧。如果说一套音响中最重要的部分，那毫无疑问就是喇叭了。喇叭它直接决定了这套音响的风格和级别。这次呢，我给 Ben 选的是德国瑞卡尔的柏林系列。瑞卡尔的产品线呢很完整，从入门级到顶级都有。那我为什么会选柏林系列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要选最好的产品，如果要选最好的，直接闭着眼睛用最顶级的专业系列就好了。毕竟这套音响定位还是在给它装一套普通的消费级的音响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性价比。那么如何在一个品牌中找出高性价比的型号呢？这里有一个窍门，就是我们不要去挑选最贵的，在最贵的基础上往下推1-2个级别，往往才是厂家既舍得用技术，价格又亲民的区间。柏林系列呢，那正好是这样，它仅次于顶级的专业系列，但是价格呢要好得多，可以说是终端里面最值得买的那一款。
不过 Band 的这套柏林呢，要比普通的柏林又不同，它的高音单元是一对专业系列的工程样品，是我的朋友 Michael 送的。换一句话说 ，Band 车上装的其实是柏林加专业系列的混血版。这种把高级别的技术呢放到低级别的做法，瑞卡尔也曾经做过。比方说，他们把专业系列的高音做了一些修改，和柏林搭配起来推出的柏林纪念版，也是非常值得买的型号之一。那喇叭决定好了，再来看看 DSP 功放的选择吧。主动3分频加一个炮，一般来说呢，大家都会用6路的功放就够了。但是我给 Ben 这次选的呢是 Musway 的 M8， 这是一台8路的功放。那多出来的2路有什么用呢？我是用它来做桥接。桥接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讲，就是把后面的4个声道合并成2个，让功率从每路80瓦直接飙升到300瓦。用这么大的功率专门去推门板上的中低音，这就好像给汽车装了一台大马力的发动机。你日常开车可能用不到它的极限，但是正是这份功率储备，保证了音乐在大动态下控制力十足。够用和好用是完全2个不同的境界。那这个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了，配这么大的功率，难道不怕把喇叭给烧掉吗？这是一个评论区以前经常有人说的事情。喇叭和功率的匹配是不是要精确的匹配好呢？比方说50瓦的喇叭，我们就要找一个50瓦的功放来推吗？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功率匹配呢？答案是不需要。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器材的级别匹配，而非单纯的数字。在汽车音响里面呢，喇叭标称的功率呢，参考意义非常有限。我自己几乎从来不看这个指标。更实用的方法是遵循门当户对的原则。入门级的喇叭去对应入门级的功放，旗舰级的喇叭呢去对应旗舰级的功放。那么厂商在设计的时候，早就把器材之间的功率搭配呢考虑好了。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。另外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在汽车音响环境里面，大多数的时候喇叭烧掉，并不是因为功率太大，而是因为调试和使用不当所导致的。接下来就是超低音，我给 Ben 配的是美国滴滴的 LE508.2， 一个双8寸的原厂箱。那为什么选双8寸的炮呢？在这个系统里面，不管是单8寸还是一个10寸的，或者是一个双8寸的炮，都是可以接受的选择。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滴滴双8寸的这个造型，体积也不大，可以接受，所以就选了滴滴的 LE508这个炮。这种独立箱体的炮都需要一个单独的低音功放才可以推动它的呢是 Musway 的11000。这台功放呢有2个独特的设计，对我们特别实用。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纯净模式，能够跳过不必要的滤波，让信号更加干净。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叫 Clip 削波指示灯的功能，这样我们在 DIY 的环境下，即使没有专业的测量仪器，也能够准确的设定功放的增益，做好电平匹配。把这些器材弄到加拿大，其实还费了一番周折的。瑞卡尔的喇叭体积比较小，是我从国内坐飞机的时候直接通过行李托运携带过来的。那这些 DSP 功放和超低音功放，要感谢 Musway 的 Sylvia 的帮忙，他安排工厂直接报关发货到加拿大。而这个双8寸滴滴的炮，由于又大又重，得到了美国滴滴协助，他们从美国奥克拉荷马的工厂直接快递到多伦多。所以这套系统它其实是跨越3个国家，用3种不同的方式，才在多伦多汇集在一起的。有了器材，接下来就差最后一个环节——工具。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，自己动手 DIY 改音响，要不要买一大堆专业的工具和设备呢？其实完全不需要，看我这次用的工具吧，主要是由2部分组成的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一些我个人比较习惯使用的，比方说电脑调音用的声卡和麦克风。那这部分体积小也不重，我就直接从国内随身带过来了。那剩下的一些主要工具，包括那些不好携带的或者没必要托运的手动电动工具，我就直接在加拿大本地的5金店 Home Depot 去买的。我们在这儿呢买了德伟的冲击扳手、工具刀等等这些东西。说实话，现在国内的电商这么发达，大家在线上配这些工具呢，只会更加方便了。不过这个盒子倒是很好，我喜欢这个盒子。我之前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还拍过一张照片。至于具体要用到哪些工具，能让安装更加省事，我会在后面的环节呢给大家边用边分享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有场地、器材、工具，那 DIY 改音响的3要素已经全部都就位了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正式要开始了。改装的第一天，我们先来干最脏、最累，但也是最打基础的部分——全车隔音和布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战场就是这辆车的车厢里面。一大早我们就摆开了架势，准备开始了。那我干活呢，喜欢工具井井有条，所以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先就地取材，搭一个简易的工作台起来。
今天的施工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呢，我们把座椅、地毯和顶棚拆掉，然后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，先贴顶棚隔音，再贴地板，再布线，最后把地毯跟座椅再装回去。这些隔音材料呢，是我让 Ben 提前在 Amazon 上买的，属于比较经济的这个级别，价格也不是很贵。那这次呢，我打算给这台车做4门、地板、尾箱和顶棚这些部位的隔音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改音响一定要做隔音呢？隔音对音响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？我们都知道，车上的铁皮呢都很薄，喇叭响起来的时候，它会跟着震动。那这种震动呢，会带来2个显著的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震动的铁皮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，我们称之为刺激声源，它会和喇叭的声音混在一起，让喇叭的音质变差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铁皮在震动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声音的能量被它吸收掉了。车身铁皮的这种震动对音质，特别是对低音的效果是致命的。改善的方法就是隔音。中间的原理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用隔音的阻离材料贴在铁板上，加强这些薄铁皮的强度，减少它的震动。这样子做呢，还会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能够显著的降低行驶时的路噪。噪音降低小声了，也就等于音乐大声了。专业的说法呢，就是信噪比提高了，音质呢自然就好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隔音是所有音响升级项目之前，专业店会给你推荐的第一件事情。那这里要说一下，做隔音如果要拆这么多东西，有2个工具呢是可以成倍的帮你提高效率的。第一个呢就是电动冲击扳手，也叫电动螺丝刀吧。你熟练使用以后呢，拆装的效率能够提高好几倍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金属的撬板，如果没有它，拆原车的内饰卡扣就会比较麻烦。用它呢，比用1字螺丝刀要好用太多了。工具顺手，干活就快。很快呢，我们就把顶棚就拆下来了，开始贴隔音。贴隔音的步骤很简单，一看你就会了。首先呢，我们用99%的工业酒精把表面清洗干净，要注意不能有油污，否则的话隔音材料就会贴不上去，很快会掉下来。然后呢，把材料按照大概的形状裁好，贴上去，并不需要完全的严丝合缝贴满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用隔音的专用滚轮，把每一寸隔音都压实了。如果中间有空鼓，就起不到减震的作用了。如果没有滚轮呢，你用螺丝刀手柄也勉强可以吧，不过效率呢就会低很多了。顶棚很快就贴好了，我们把顶棚装回去，接下来就是做地板了。Hello Ben， 这一台呢是一台2001年的卡罗拉，到现在呢已经有24年的车龄了。从做工和用料上来看，比现在的很多车都要好得多。你们看，车厂在整个地板上都覆盖了隔音材料，中间呢还有黑色的橡胶减震块。这种做法在现在的车里面已经非常少见了，所以有的人说现在的车做的不如以前扎实，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哈，的确是这样的。那我裁剪好隔音材料贴上 ，Ben 呢就紧跟着把它压实，我们2个人一前一后，配合默契，100% 覆盖就好了，不用反复改。都说父母教会孩子的人生第1课，而社会呢会教他第2课。为人父母，我总想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全部都告诉他，让他能够少走一些弯路。借着一起干活的机会，我还是没有忍住，说了一些过来人的大道理。做正确的事情，什么事情是正确的，而不是想做的事情。他嘴上嗯嗯的应着，不知道心里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。这几年呢，代沟这个东西在我们之间或多或少的存在着，但我总是觉得有些话我必须说。我希望终究有一天，当他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父亲曾经跟他说过的那些话，能够帮助他走出迷雾，渡过难关。讲完大道理，我们父子俩又低下头，继续手上的活。这个是7月的多伦多，纬度高，紫外线特别强，它有点像西藏的阳光。刚晒到身上的时候呢，你不觉得，等开始觉得晒的时候，皮肤已经开始疼了。尾箱隔音的施工呢，比地板稍微麻烦一点，因为它的形状不太规则。
不过在我们父子俩默契的配合下，很快也就完成了。连负责摄影工作的妈妈呢，这个时候也加入进来，拿着吸尘器帮忙清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3口为了这辆小车的升级齐心协力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隔音做完了以后，就要开始布线了。我们的计划呢是在主驾座位下呢放 DSP 功放，副驾座位下放低音功放，所以电源线呢要从电瓶穿过防火墙引到座椅下面。你爸要拍一个保姆级的教程，怎么改车？穿过防火墙可以利用原车线束的孔，用一根粗铁丝先穿过来，然后把电线用绒布胶带缠好，再拉过去。好，可以了。还带了个保险座是吧？诺等的功放送过来，哦，功放不到，所以就要停工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千万别忘了把这个线束的孔做好密封，防止噪音呢从这个孔里面钻到车厢里面去。除了电源的正极，还有负极的地线，我们就近找螺丝搭铁就好。好，这是音频线到低音炮的，这3根线是你的3分频的喇叭线，这是控制低音炮的 ACC 线，这个是电源线，我们要把这一堆线一起都从这里穿过去。好，这根 ACC 线负责整个音响系统的开关，它的工作逻辑呢很简单。我们把车钥匙打开 ，ACC 呢就给 DSP 一个开机信号，再由 DSP 呢去控制超低音的功放开机。关机的时候呢，它是反过来，相同的道理。如果说你的音响关机有问题，导致电瓶亏电，那么就首先要从这儿开始查起。然后呢就是喇叭线了，主动3分频一共6个喇叭，所以左右呢各有3根喇叭线，还有一根低音炮的线呢，我们要先放到尾箱去。很多人呢拆完东西再装回去，总会多几颗螺丝。在这儿呢，我分享2个拆车的好习惯给大家。第一，拆之前记得拍照，这样就不怕忘记螺丝的位置而装不回去了。第二个呢，用小盒子分内装好螺丝，不然就会出现我遇到的这种尴尬的情况。我这个里面怎么会少一颗长螺丝？盒子里面没有啊，确定啊？没有，地上也没有。我这里也没有，不够。地毯上摸一下。地毯上不应该会有螺丝，因为我们贴隔音螺丝都已经早就处理完了。你应该在地上什么地方去找找。最后我们找了很久，才发现这个螺丝就挂在对面的安全带上，并没有丢，真是虚惊一场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高手呢也是会翻车的，这说的呢就是我自己了。因为今天晚上这台车还要用来送我们回 Airbnb 租的民宿，所以今天我就必须先把地毯跟座椅都装回去。第一天的工作呢就这样收工了，明天我们继续。第二天一大早 ，Ben 开车过来接我们。经过昨天的合作，我感觉这孩子一下子成熟懂事了一些，眼睛里开始有活了。也许是我昨天的唠叨起了一点点作用吧。我们和昨天一样，先开始做准备工作，重新搭环境，把工具啊、材料啊这些整理好。那今天呢，多了一个小凳子。今天因为我们要做车门隔音，有了这个小凳子呢，就能省不少力气，不用蹲着干一天活，腰腿呢会轻松很多。你如果要做汽车音响隔音，一定要去弄一个这样的小凳子。一杯咖啡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Ben的邻居呢，一大早也跑过来好奇的围观，他们很想知道亲自动手升级汽车音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。我在想，他们是不是以后也打算动手去改他们自己的车呢？不过很快我们就遇到了第一个挑战，车门拆不下来。那这台呢，卡罗拉是台老爷车，还是手摇的车窗。这种手摇的车窗呢，在国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车了。拆第一个门的时候，还真的是研究了好半天。就转到把它卡出来。哦，在这个里面，所以你要做的事情，找到这个点，一点 OK， 好的。不过后来终于发现，它是在摇把那里有一个小的卡扣，用工具轻轻的顶出来就 OK 了。有了第一个门成功的经验 ，Ben 也加入进来，一起拆门，我们的进度一下子就快了起来。现在熟练了，1秒钟就要拆开一个。这叫撬棍子。搞了个小工。哦，有个美女在这里。啊，像毒液一样这个。門啫，你仲有3道門。我就1個門畢業了，你還沒有，你別說這些好嗎？
它这个原理呢，把中间的搞出来一点点，它就可以很容易撬出来。最有意思的是 Ben 的妈妈，她从来没有拆过车门，对吧？但是看了一会儿，就似乎成了一个资深的老师傅，开始指导起 Ben 的工作来。果然是旁观者清啊！往上顶是要，不要硬往外，要拖着下面往上。先翘起来，再拖着这样往上。哦，那边是不是还有？哪边？这个螺丝。解了。哪里有？哦，这个没解。然后呢，他也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事情刚刚才开始，他就已经开始幻想着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可以靠这点手艺，以后出去勤工俭学，自己赚学费了。你已经有拆车经验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去那个维修厂打零工了，可以吧 ？Part time。没签证。到大学有那个签证，你就可以去打。没照没钱，没照还不如直接听播点事。摇咖啡。摇咖啡也可以呀，以后回去专门给我做咖啡。这个是原车的车门喇叭，是用铆钉固定在车门上的。拆除的方法呢，就是拿钻头把铆钉钻透，然后用我们昨天说过的那个撬板，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拆下来了。这个喇叭工作了24年，还依旧良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20多年前的丰田车，车门中间和现在的丰田一样，也是一层薄薄的防水塑料膜。但是这台车呢，里面竟然还多了一层棉，在现在的车里就很少见了。我们撕下这层膜的时候，四周呢会有一圈黑色的胶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快速的用力一扯，趁这个胶不注意，就可以把这些黑色的胶呢一起带下来，这样就省去了清洗的麻烦。不过最终还是会多少剩下一点吧，需要用酒精把这些残留的黑胶洗干净。车门隔音要贴2层，先贴里面这一层，车门内部空间小，不好操作，最好呢先把隔音材料剪成适当的形状，塞进去再贴。Ben 呢还是负责用滚轮把隔音擀平压实，门里面尽量贴满就好。再强调一下，一定要把油污先洗干净，否则的话隔音就贴不住。都说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，的确是这样。白天小区门口的路上几乎看不到人，整个上午只看到这一台车路过。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还要热，在车外直接暴晒，有点扛不住了。喝口咖啡休息一下，我决定先把车挪到车库门口有阴凉的地方，再继续施工。把车移到车库门口，避开太阳的地方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继续做门板的外层隔音。外侧的隔音有几点要注意的。第一呢，是原车的线束要留出来，便于以后的检修和维护。第二呢，是开门的拉杆呢也要注意，不要和隔音胶接触到，否则的话呢会影响开门。另外呢，车门上会有好多孔是卡扣用的，最好在贴之前给车门拍个照，这样就知道哪些位置有孔要开，可以节约大量查找的时间。车门隔音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终于开始安装车门上的喇叭了。我们昨天下午不是把喇叭线已经布到门板边上了吗？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用穿线绳形的一根铁丝来帮忙把喇叭线穿过去，然后接到喇叭上。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我猜很多人心里都在想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么麻烦呢？我们可以用原车已经有的喇叭线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呢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要看情况。用原车的喇叭线当然可以让喇叭响起来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功率比原车大了好多倍的系统来说，就好像用花园的小细水管去接到消防栓上，损失太大了。几万块的音响都装了，省下这几百块的喇叭线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做法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如果只是小功率升级，或者是追求无损快装，利用原车的线路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要求比较高的系统来说，重新布线是保证效果的必要的投资。好了，喇叭线到位了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装喇叭了。从这儿开始要仔细看，喇叭的安装有好多细节。第一个重点，电圈。我们常见的有木电圈、塑料电圈和铝合金电圈几种选择。如果不考虑价格，铝合金无疑是比较理想的。那使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电圈和门板之间要用玻璃胶做好密封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 EVA 的棉电圈，这个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部分。在喇叭和铝合金电圈之间一定要加一层1到2毫米厚的 EVA 棉，那它不仅能够加强密封，还能够减少共振。这个中间的道理呢，讲起来话太长，我们只要记住这个东西很有用，一定要有。有些喇叭呢原来就配了，有些喇叭呢就没有。
第3个重点呢，就是这个黑色的美音圈，它可以让声音呢直接从喇叭网罩里面出来，不在门板里面乱窜，听感呢更干净、更有力。就是这3个安装喇叭的小技巧，看似不起眼，但是对音质的提升呢是非常大的。最后，喇叭接线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按规矩做好冷压端子，然后用尼龙扎带呢把喇叭线一一的固定好。所有这些看起来有些繁琐的小细节，都是在为这套系统在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的稳定可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OK， 好了，车门恢复原样，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。你看，汽车音响的安装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每一个步骤呢认真的做到位，其实并不难。不过真正的重头戏，明天才开始。赶音响真的是个辛苦的体力活，到了第3天早上，我就浑身酸痛，每天都得靠吃止痛药才能够从床上爬起来。和他们开玩笑说，我这2天提前体验了90岁老年人的生活，想弯腰捡个东西，还得先找个地方扶稳了，才敢蹲下去。今天的气温呢突然降了下来，一大早呢竟然还有点凉意，真是奇怪的天气。我们的 DSP 功放还没有到，昨天礼拜天快递公司休息，今天礼拜1希望能够送过来，要不然我们就要停工了。今天上午的计划是一边安装 A 柱上的中高音，一边等快递。高音喇叭如何定位，绝对是很多人最关心的环节，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声场的定位和听感。那简单来说呢，定位的角度要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呢，高音的轴线和主架之间的夹角尽可能控制在15度以内。第二个呢，左右两边必须对称，那这样既美观又能保证声音的平衡。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视频里面所讲的轴向优化的做法。听起来好简单，但在车里具体怎么实现呢？那我一直用的方法是这样的：先用一条胶带在2个 B 柱之间拉一条直线，高音呢就要落在这条线上，然后呢拿卷尺把高音单元与驾驶位、乘客头部之间的相对尺寸呢量出来，记下坐标，再到电脑里面去建模，计算出最佳的角度，最后在这条线上标出定位点。没有带小卷没纹纸好，有颜色会好看一点。在国内呢，我们通常会用激光来辅助定位，精准又快速。但是在这里我没有这么高级的工具，我用了一个更原始的老办法，用铅笔的方法来做。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把一支铅笔垂直的固定在模具上。那这个可以在做模具的时候呢，事先做好准备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在旁边配合，用单眼从一个目标去看。如果铅笔和视线重合了，那么角度就对了。虽然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简陋，但是精度足够，而且很直观。这个方法呢需要2个人配合。今天这一次呢，笨的妈妈呢客串了我的施工助理，帮我盯角度。再往左下一点，低一点，头往上抬一丢丢，往下低一丢丢啊，可以。左边定位做好了以后呢，再按照对称的方法去把另外一边做好。整个过程呢需要反复的调整和测试，需要人的耐心和技巧。不过手工活呢不都是这样子吗？这个是获得精确的声场的第一步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一辆 UPS 的快递车缓缓地停在了门口，大家都非常紧张地盯着看。哎呀，会不会是我们的 Museway 的器材到了？ Thank you. No problem. Have a good day, guys. 上去一问，果然是等了几天的器材终于都到齐了。里面有一台 Museway 的 DSP 功放 M8，一台超低音功放51000，还有蓝牙模块和最新的触屏控制器 Micon。太阳这个时候还很毒，如果先装 DSP 功放，我们就要拆座椅。但是一会儿呢，我们很快就要移车去躲太阳了，拆装座椅太麻烦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安装 Micon， 待会儿呢挪好车以后再来拆座椅，装 DSP 功放。其实，在来加拿大之前，我在国内呢就为它专门设计了一个单定的支架，装在原车主机的位置。
这样不仅美观，像原厂一样，而且用起来呢非常顺手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好的改装不只是看起来很好，更重要的是用起来很顺。有很多决定性的细节，其实在项目的策划阶段就已经决定好了。稍晚的时候，我们把车呢挪到了车库门口比较阴凉的地方。小贝，你帮你爸指挥啊。这几天为了躲太阳，我们不停地移来移去，办法呢总是比困难多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一家改车的热情。接下来就是安装 DSP 功放和超低音功放了，因为昨天的线我们都布好了，所以今天剩下的工作呢就是接线。还有一个围观者。比较细的喇叭线，我们是用这种相互搅和的方式来连接，再配上防水热缩管，结实耐用，几乎你是没有办法拉开的。这种做法可以经得起车内最严酷的使用环境的考验。这样就绑得很紧，就像十指紧扣一样，是吧？如果是这种线，我拿这种方法接的，你看手是拉不开的。那怎么把它拉开？剪断。然后呢，做好112保险盒的接线，连接到副驾驶下的低音功放上面。DSP 上各种各样的线，几十个接头，终于接好了。这个时候要再来接供电的电源线和主保险丝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车上改装，安全是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么，如何做到改装的用电安全呢？答案就是一定要正确的使用保险丝。关于保险丝呢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错误的理解，就是电源线上这个保险呢是用来保护音响器材的。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哈，记住，电源线上的保险丝它仅仅只是用来保护这一节电源线的。你的音响器材呢，例如功放，他们会有自己的保险丝来保护它们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能够理解使用保险丝的2个原则了。第一，保险丝必须装在离供电电源30公分以内。第二，保险丝的大小呢，仅仅只是和它需要保护的这一根电源线的粗细和长短有关，和其他的事情呢没有任何关系。那这台车我们使用的是6号电源线，搭配的是一个100安的保险。所有的电源线的连接呢，我们都要用这样标准的管型端子和热缩管处理好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安全、可靠、耐用。至于地线，我们就近找原车的螺丝搭铁就好，但是要注意把接触点要打磨干净，避免接触不良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地线，地线接触不良是汽车音响最常见的施工质量问题之一，有可能会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噪音啊和系统的供电不足，所以接地点一定要打磨干净，并且拧紧。然后就是接低音功放上的各种线了，低音功放接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装尾箱上的低音炮了。Ben 从房间抱出前几天滴滴发过来的低音炮，掩饰不住的高兴，他的眼神就像小孩子捧着心爱的玩具一样闪闪发光。To open， 这个滴滴 Audio。小心搁到下面。孩子就是孩子啊，什么事情都藏不住。不过坦白来讲，这个炮装在这台车里还真的是挺搭的。那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今天只让门板上的中低音发出了声音，它标志着所有的硬件的连接呢都已经成功了。当第一声音乐响起的那一刻，这台沉默了这么多天的车终于活了过来。虽然还没有开始最终调音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所有的人都忍不住欢呼，离最终响起来的声音只差最后一步了。今天是第4天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天。今天我们终于要听到这套系统完整的声音。在回 Ben 住处的路上，我们路过了加拿大国民级咖啡店 Tim Hortons， 顺便买了早上的咖啡。Tim Hortons 在加拿大的定位就好像我们中国的9块9一样，主打一个便宜又大碗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家店里面呢坐满了华人和东南亚的面孔，服务员却几乎清一色是印度小哥。那改车的间隙呢，来这样一杯咖啡，顺便体验一下加拿大混搭式的日常文化，也算是特别的花絮了。喝完咖啡 ，Ben 的邻居呢也跑过来聊天，
我们和他说这几天改车非常的辛苦，如果他们也想亲自来动手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了这个苦。对啊，所以提前过了90岁老人的生活。我想想，我以后老了，可能地上捡东西就是这样子，先找个地方扶着，然后再。昨天就是啊，捡东西就先找个东西扶着。我见到你很辛苦的之前。接下来就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今天上午的任务是把 A 柱上的中音跟高音喇叭安装起来。第一步呢，为了方便后面的拆装工作，我把 A 柱上的喇叭线做好子弹头的快接对插端子。那做好这种对插端子以后，拆装 A 柱上的中高音就方便得多了。然后呢，就开始在 A 柱上组装高音跟中音喇叭，和门板上的喇叭一样，我们在中音喇叭也要仔细的贴上一圈 EVA 棉，这个是为了确保绝对的密封，避免漏气。然后在中音喇叭背后的球体空间里面，我们要填充一些纤维吸音棉。这个小动作很多人会忽略，那在我看来，它往往会决定你的声音是不是干净。这个高音呢大有来头，它是22芯的专业系列的高音。中音喇叭呢也需要去做端子，然后用螺丝锁紧就大功告成了。可能有人觉得这些步骤太繁琐了，但正是这些不厌其烦的安装细节，才是最后能发出理想声音的坚实基础。音响改装的世界呢，就是这些细节把它堆出来的。这一次改装呢，我们家的分工很明确，我呢负责动手和技术，Ben是我的首席助理，他妈妈呢是我们的后勤部长兼摄影师。你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镜头都是妈妈的杰作。喇叭全部装好了以后，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调音了。调音的第一步，调电瓶。喇叭要等到电瓶调完了以后才能接上去。顺便呢，我给 Ben 科普了一下汽车电瓶和充电的冷知识。2.1伏最高充满了浮电，所以它是6块板，12.6伏，2.1乘以6，里面是6块板叠起来的，所以它不可能超过12.6伏。那如果你要给它充电的话，电压比它至少高1伏。所以车子的电压一般是13.7到14.4伏之间波动的。来，继续。把这个表对上去，让我看一下。现在是啥都没有，应该到17伏电压。是万用表吗？没有。下面有一个有效值，先按一下 Auto。电瓶匹配这个步骤的作用呢，就是让前面的 DSP 功放输出的信号和后面低音功放刚好能够匹配起来。如果匹配的不合理，要么声音会严重的失真，要么呢就会出现明显的底噪，要么呢你的功放就无法输出它的全部的功率。那么我做电瓶匹配用的这个小小的手持示波器呢，是我们调音培训班课程的大礼包里面附带的，这次我从国内带过来，在这种场合下非常好用。另外呢，这台 Muswell 的功放上的这个 Clip 指示灯也让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简单。加，好，回 OK， 好，我们播放特定的测试信号，慢慢的加大音量。当这个灯啪亮起来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信号开始失真了。我们把增益稍微往回调一点点，就找到了最完美的匹配点。这时候不需要示波器这样的专业工具，也能够完成电瓶的匹配。这个独特的设计呢，对于 DIY 玩家来讲，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了。电瓶匹配好了，就是把 A 柱装回去，把喇叭接上来，然后就是最后的整理。我把这些线用绒布胶带捆好，看起来干净整洁，不会像前面这么乱。看着整理的整整齐齐的线，4天的辛苦瞬间就觉得值了。所有的器材都恢复归位以后，开始我们最后的环节调音。终于很快就要出声音了。调音的设备呢，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声卡和一个测量的麦克风，加上我和笨的2台笔记本电脑，就是今天我们调音的所有设备。不像在家里有麦克风阵列可以用，我现在呢连个麦克风的支架都没有，麦克风就夹在头枕下面勉强用一下了。说一下汽车音响调音吧，我想说2个点。第一呢，调音难不难，好不好学？我们如果是作为自己 DIY， 是不是不会调音，音响就不能够出好效果？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正视 DIY 环境的局限性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去选择太复杂的系统。
例如，我们可以从被动2分频开始。坦白讲，大部分的被动2分频的系统，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，能够把电频、粗调这2个环节做对，不要乱来，其实就可以大致听一下。和原车相比，在音色上至少就有不少的提升了。如果对音质的要求更高一些，想更上一层楼，做到主动2分频、3分频的系统了，调音的重要性呢就会更加突出了，就需要一些学习的资源了。比方说我们开设的1阶调音培训班，除了面向行业类的专业改装店，也是欢迎有一定的基础的 DIY 用户来参加的。坦白讲，如果你的调音水平能够真正的做到课程中所讲的目标曲线这个环节，就能够打败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改装店了。还有人问，能不能我自己装好了以后再去找专业店去付费调音？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不过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了，要看你的运气和缘分了。可以叠得更多一点点200在200附近。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另外呢，这种用蓝牙做手机音源的系统，其实还有一个日常使用当中的痛点，就是切割、调音量都是需要在手机上操作的。那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操作很不方便。而 MuseWay 的这个 Micon 控制器，除了好看、非常酷以外，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在 Micon 上面用触摸的方式控制上一首、下一首、音量大小等等，简直是方便太多了。音响最后改完了。Ben 也开心地邀请他的邻居朋友在车上一起欣赏他全新的音响，他们在这几天也是一起热心的忙前忙后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总的来说，这套音响系统让我非常满意，特别是中低频跟超低频，甚至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，完全达到了专业竞赛级的水准。如果说以后多伦多有类似 ISCA 这样的专业汽车音响比赛的话，我会建议 Ben 拿这台车大胆地去试一试，参加比赛。这条视频是我拍的最长的一条视频，希望你能跟着我看到一套汽车音响从零开始的改装过程。很多细节呢，在视频里面讲不完，所以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，20多天的假期一下子就结束了。屁股。你让它酒精洗试试看吧。洗一下。这几天我们全家一起动手改音响，让我觉得既充实又温暖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说话。Ben 他开车送我们去机场，车里面很安静，只剩下3个人的沉默。一夜之间 ，Ben 似乎长大了好多，懂事了好多。看着他挥手离去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的一生就是一次一次的告别，告别了一段时光，也告别慢慢长大的孩子。慢慢的，我们的人生在减少，而他的人生却在展开。他一定会走得更远，成为真正独立的自己。如今他第一次离家这么远，我们不能像从前一样陪在他身边，所以每一次告别，我都希望能够为他留下一点什么东西。希望这套全家一起动手完成的汽车音响能够陪着他，让他在音乐里想起家人，想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孩子终究是父母生命里的过客，总有一天他要独自远行。 When I was a boy, I dreamed I could be so many things, anything my heart desired. I would set the world on fire, but so many people said those ideas in your head are just silly fantasies. One day you will learn to be what the world